国电动车冲全球，杀到欧洲，更杀到南美。来看看这一艘大轮船，真的就把它停靠到南美的港口，美国的后花园，直接把特斯拉的销量逼到3年新低。你现在看到的小米电动车的故事就是这么讽刺，19个月造出这第50万辆车，获利更是碾压特斯拉，强不强？真强！结果真正恐怖、真正讽刺的还在后头啊！是俊相，我们都知道，只要中国啊，它杀向哪一个产业啊，它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但全世界因此都会被它拖下去哦。所以呢，现在整个全球的电动车产业进入到一个红海的割喉战哦。全世界光是中国啊，它的产量竟然到前9月来讲了，生产了650辆车哦，年增率来到了45%。而在同一个时间，德国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车市的大国，德国它才生产了91.6万辆的电动车，可以说是才大概不到你的中国生产量的2成呢。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全球啊同期的销售量仅成长36%。换句话说，俊相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全世界卖出去的车，即使全部都买你中国的，还过剩。就是从全世界中国的产量来到了成长率来到45%，销量只成长36%。由此可见，中国电动车生产过量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吓死人。所以这个哪里是电动车？它已经变成了全球，你自己内卷不够，卷到海外去，变成全球的公害了。是发动，它可以说是对全世界发动一场攻击，而让全世界的车厂进入到达尔文式的一个生存赛哦，适者生存。光是法国的汽车零组件的一个厂商法兰他就提供什么？他说光是2022到2025年已经关闭了38座的工厂，而仅开了4个新工厂。换句话说，2030年前，如果欧盟不采取强悍的手段的话，恐怕会有35万个工作机会放最牢。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那搞不好你是2线、3线的品牌，你弱了，你当然是不适者淘汰啊。你来看看特斯拉强不强？特斯拉怎么被中国电动车碾压了？是特斯拉现在真的都拉不动了。你知道10月份光中国的销售量竟然锐减到2.6万辆，2.6万辆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是创3年以来的最低销售量。哇，整个市场的整个市场的市占率竟然从9月的8.7%，打折再打折，来到了3.2%。所以也难怪心里想说，如果连特斯拉都没有办法，都被这样子中国车厂围殴打着好玩的，那你何况其他的欧洲品牌？另外一件事情路透社就报道，中国的电动车竟然成功的挺进了美国的后花园，成功渗透南美市场。你知道吗？它现在中国品牌在智利的车厂整个新车销售量来到了33%，在乌拉圭更是来到了22%，仅次于雪佛兰跟现代。人家雪佛兰跟现代都已经卖那边多久了？没想到你中国就在那边插旗哦。那在乌拉圭来讲，你知道比亚迪的纯电动车起价2万美金有找，只要1.9万美元，是特斯拉 Model 3的60%。哇，这个真的是达尔文最残酷的体现的战场，适者生存。达尔文定义下的不适者就变特斯拉，你不被打趴了吗？我跟你讲，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就是一个字赶赶什么赶杀？他提供你货款，那个就贷款，他提供你折扣，还提供给你保固。特斯拉在那个现在乌拉圭是没有这样子的优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官方的经销站，所以事实上他们这些现在特斯拉在那边卖过去都是水货。你讲到2个字是重点，叫官方，官方补贴啊。这背后每一步都是中国政府的补贴，才可以杀到6折啊！是中国透过他们的一带一路就这样子攻城略地然后呢，不断去强化在南美市场的一个供应链的主导势力。所以呢，7月到港的汽车来到了3057辆较前一个月成长了3倍。你想说那应该还好吧？没有，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全年来到1.9万辆而9月更首次向智利转运了250辆。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吗？他就是这样子一艘船就把所有中国品牌的一个电动车开到了秘鲁的前凯港。到了前凯港之后，以前凯港为据点，开始辐射
到了智利，到其他南美洲国家。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哇塞，攻城略地，所以真的把其他的汽车品牌那种就靠个人竞赛了，没有国家澳元的打得明明冒冒。所以你看到这是一整套超完美的倾销计划。我用我的红钱打造秘鲁的前开港，打造好港口之后呢，中国的货轮载着满满一肚子船的一船这个电动车，就靠着前开港从这个源源不绝的倾销上去。好啦。攻城略地的故事，今天经典中的经典，我们不看 BYD 比亚迪，我们先放一边，来看那个比亚迪更猛的小米。造手机的小米，它有多狂，后面就有多讽刺啊！是真的吓死人哦！你知道小米在去年3月才正式宣布说要跨入这个电动车市场，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它竟然在整个全世界前50大汽车的市值里面。它竟然排了第5名嘞，它仅次于比亚迪耶！哇，尤其哦，你知道吗？他说市值的整个增幅到4-5倍啊，距离丰田只有25%。哎，怎么你也太吓人了吧！后发先至，急起直追哦。11月20号，小米的汽车第50辆整车已经下线。50万辆，写下一个小米速度的一个记录啊，吓死人！不到2年的时间，竟然第50万辆车都已经整车下来了。然后呢，包括小米的创新部门啊，电动车啊、AI 啊这个部分，损益2平怎么会这样？转亏为盈，第3季已经出现营业利益。我还以为它造车速度快是为了割肉赔钱，也要去抢占市场。他钱照赚，怎么有办法的？价量齐扬是特斯拉，我们都知道2008年第一款车出来嘛，然后出来之后呢，到了2013年，直到进去了中国市场之后，特斯拉才真正的转亏为盈，才实现利益。他花了多久时间？5年。5年的时间，他1年08个月就交出一模一样的成绩。是啊，你知道，人家特斯拉花了5年的时间，也就是60个月，没想到小米竟然19个月就达阵。听到这个地方，小米够狂，造车够猛吧？它有多猛？接下来你听到就有多讽刺啊！是我们说啊，他可能对于特斯拉来讲是神一样的对手，就没有想到，嘿，他自己内部有很多猪队友。什么猪队友？11月23号，网络在传啊，小米汽车工厂里面竟然有电池产线起火，会修啊，给西郎哦，竟然整个跟烧起来。结果小米出来讲，哎呀，你们不要乱说，这是去年在那个我们产线优化过程里面，操作人员失误导致。去年的事，过去的事情。最好是今天如果会在你的工厂烧出这把火，就有可能在任何一部的小米 SU7起火，一起火就变火棺材了。是这个俊相你讲到非常好啊，因为为什么11月20号又烧给你看哈？长沙啊，这有一个展览空间，1楼的展览空间一样，竟然有火光天哪，怎么又开始给我们修改？你看好像有火光哦，有又烧起来，你看有救火人来烧。结果小米回应啊，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物业中央空调出现了明火，明火。哎呀，空调起火，就马上被物业打脸。拜托，我们是整间空间给你的，你这个空调肯定真你们自己装的，不要看拖给别人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相关恐怖的画面、惊悚画面都出来，包括四川成都10月中旬的时候，一辆小米SU7疑似为什么呢？它就可能超速，结果起火，有没有看到起火？有人赶快救，要救，拉门，有没有？赶快把人救出来，结果嘞，开不了车门，天哪，仿佛有人焊死了一样。我们这个旁边要救人，心急如焚，就眼睁睁看着整个火海吞没了整辆车。里面几个人？不知道，大概至少好像看起来是一两个，所以就真的让人很可怕。你要知道，对于那个外面的人看起来真的都是这个很大创伤，因为明明就一步之遥，明明我开了车门，问题焊死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开的是你小米的车，你不要再看他说什么物业，不要再看他说那是去年，这就是拍下来，这就是新闻现场啊，是很可怕。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被人家发现，在救我的时候还不断的有那个，你看火花，真的，你看又
爆炸，马上爆炸给你看，就代表这个火灭不掉，不仅灭不掉，它还持续在多次的爆炸状况，连救火旁边的人啊，这个消防队员呢，其实都拿命在救啊。另外一个10月24号，荷兰一辆小美啊，一样也是发生在行经的过程里面，竟然失控撞上了旁边的树木。我跟你讲，这更离奇，怎么样离奇呢？它没有起火，它没有起火，可是你们看到有人去拉那个门，赶快救，刚好有人就出来拉门，拉。结果门完全拉不动，它没有断电呢。对，那照理讲，你不是一按即开吗？是，它不是有一个什么隐藏一按即开，然后而且你没有断电啊，你也没起火，照理应该运作正常啊，并没有，完全就是打不开。所以人家心里想哦，天哪，你上得了车，你下不了车啊！所以你看，我买你的 SU7，结果你把我变成了火棺材，活生生烧死在里面。对，我就问你啊，我就问责雷军啊，你在干嘛？是雷军在干嘛？他在试他的新车，而且脸上带着笑意。他在他的 U7YU7的车上啊，满脸笑容啊。然后呢，人家就轰他，你的 SU7都烧死人啊！就你还在那边笑什么？你还在笑？没有想到这一把火烧掉雷军的那个微博29万个粉丝。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